А вы не забывайте, что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сле вашей великой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. 可以让苏联飞行员穿上志愿军的军服，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作战。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ие носы. Если их возьмут в плен и собьют, то никакая форма не поможет. 斯大林同志，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，我们将暂不出兵。关键时刻，苏联开空头支票。 空军到不了，运送的重型武器也会耽搁，这和当初谈好的出入很大。老总，你看呢？根据前线情报汇总来看，敌人的实力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强大。我们没有空军，没有先进的装备。 这仗打起来的确是有难度啊。恩来现在还在苏联，是不是让他再谈一轮，争取一下？敌人就要接近鸭绿江了，如果再耽误几天，就失去战役空间了。我认为啊，坚决要打。第10，你不是病了还没有好吗？来，快坐。 我就是担心啊，我们的决心会动摇。这几次的会议纪要都看过了，你们的决心是正确的，必须要拒敌于国门之外。说得好啊！即使啊，没有苏联空军参战，即使没有一枪一弹的支援，我们一样要打呀！ 打，对中国、对朝鲜、对东方、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啊！我们不出兵，让敌人压制到鸭绿江边，国内国外反动气焰增高，则对各方极为不利。命令第50军、66军挺进鸭绿江。 加入志愿军，发动第9兵团，继续北上山东，做好入朝作战准备。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原计划时间，跨过鸭绿江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Скажите, а если вы не получите нашей авиаподдержки, вы сможете воевать в Северной Корее? 为了国际正义事业，为了朝鲜人民，中国人民保家卫国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按照原定计划的时间，跨过鸭绿江，抗美援朝。А вы уверены, что вы сможете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400-тысячной северокорейской армией?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，我们从苦难中一路走来。 我们战胜过无数的艰难险阻，面对过无数强大的敌人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胜利的信心和勇气。今天更是如此。我们不仅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际线以外，还要赶走侵略者，取得最终的胜利。我宣誓。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，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为了团结民族的南方强烈，全路朝鲜兄弟亲族的结合斗争，保卫中国人民、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。我们誓愿维护朝鲜战场，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，为消灭共同的敌人，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。
快点跟上，快点！这是谁呀？跑咱们前头去了。总司令，主席已经睡着了。志愿军已经过江了，我来跟主席通报一下。参谋长已经来过电话了，主席听完电话，连安眠药都没有吃，马上就睡着了。太好了，主席好几天没合眼了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好。老海，彭总现在在什么位置？他说要到前线去了解情况，几个小时前刚出发的，和他的电台一直联络不上啊。你们过来看，敌人北进的速度很快，他们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是越来越近了。要照这么冲，彭总怕是要冲到敌人的队伍里头去了。我马上派人分头去找。那我这盯住电台，一旦取得联络，马上请彭总回来。啊，好。这么大号的炸弹，很少见。是啊，敌人真是活了本钱啊！上车，走。中国人民政军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，同志，这位是？我是彭德怀。哎妈，彭司令，敬礼！同志，我们要到前线去。敌人已经很接近了，你们上去很危险，必须迅速摸清敌情。谢谢你们，走。彭总，两位朝鲜同志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。哦，中国同志，我们等你们很久了，快跟我们来！谢谢，你们辛苦了。上车，走。报告，电台已经调试完毕，请指示。好，向中央和司令部发电报，敌人北进很快，我们决心改变原计划，确实控制西川和长津两要点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面和西面一路。是。彭总，敌人现在在这个位置，这里，还有这。敌人北进的速度非常快，有些已经占领了我预定的防御阵地，有些离我军已经非常近，汽车轱辘跑起来，恐怕很快就会遭遇。看来占据预定阵地打阻击战是不可行了。老彭什么意见？他建议
既然要遭遇，那就大遭遇战。好啊，同意志愿军放弃原定计划，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。至于怎么打，权力交给老彭。彭总，你怎么到处跑，跑了这么远？就是啊，我们还担心你跑到敌人的先头部队里去了呢。哎呀，来，赶快坐。不跑，能了解那么多情况吗？哎，主席的几封电报，你们都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你发给中央军委，还有发给我们的电报都收到了。地形发生重大变化，马上就要冲到我们眼皮底下了。大法要变一变，顶上去，把敌人切出一块，吃掉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，我们完全同意彭总的意见。你们看，先打哪一坨呀？彭总，东线路远，让42军顶着；西线的敌人很猖狂，把他们放进来，就近打歼灭战。这是韩军的第6师、第7师，这是第8师，我们就打这一坨。改变行军路线，集中38、39、40三个主力军，搞掉敌人1、2个师，不成问题。敌人的整体兵力比我们多呀。东线，他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，42军必须顶得住。西线的敌人也不少，与我们旗鼓相当。是吃口肉，还是让敌人撕下一块肉？你们要想好。40军是我带过的，旋风部队，完全可以放心。39军是头等主力军，吴信全是军长，没得说。 48军是主力中的主力，梁大牙，你知道，没有他吞不下去的敌人。那就好，谨慎出战，速战必歼。是。中共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，果断改变了原定第1个时期只打防御战的作战计划，改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，决定抓住战机，立即实施反击。1950年10月25日，志愿军在开进中与敌军遭遇，首战凉水洞，打响了抗美援朝第1次战役。 我
说连，这这路得5、60里地了吧？哪儿那么多话说？分析都想不住你的嘴。那是铁脚板子，不怕跑。这不是往炮兵堆了小炮弹，拉点劲儿。少废话，跟上啊！大家跟上！侯明玉，能不能和你这些炮弹我背不了吗？哎，这回有话说了吗？小揍，分析都堵不上你的嘴。这边过来信息到信息，这是新的。彭总，电报。命令各军迅速扩大战果，38月要加快行军速度，必须拿下西川。是。快一点，全速前进！跟上！隐蔽！所有人隐蔽！原地隐蔽！隐蔽！原地隐蔽！坚持！前线进展顺利，志愿军打得好啊！如果在西川再能获得胜利，我们出国首战就算是圆满了。老彭的兵力太少了，66军已经开上去了，我看把50军也调给他。甚好啊！我看九兵团也要加快啊北上的速度。第7舰队已经进入台湾海峡了，解放台湾短期内很难实现的。这支战略预备队要用在刀刃上。一旦入朝，在东线展开，把守长津湖要点，专打阿尔蒙德第10军。主席，哎，少奇，我们现在是连战连捷。必须他。对，从这一路过来。任弼时同志走了。同志们，任弼时同志走了。这是我党的重大损失啊！布雷斯基同志铁面无私，处事严厉，但是对年轻人特别关心，对金策同志也特。同志们，对着北京的方向3鞠躬。1鞠躬。再鞠躬。3鞠躬。主席，
我来看一看比试。中央，你要坚强，要坚强啊！姐，比试啊，新中国成立仅仅1年，许多国家大事还要听你的主意呀。你这么早就走了，我们缺了一位最值得依仗的同志啊。政府会照顾好崇英和孩子们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一直打到底，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动摇咱们的红色江山呐！前方情况不明，老曹，跟张壮去给我抓个舌头回来，问问情况。是，小心点儿。报告，接。338团抓了个舌头，据交代，西川城里韩军人不多，正在准备撤退。112师包抄到位了吗？还没有。杨大义师长从人民军得到情报，西川来了一个美军黑人团，整整一个团。对，一个团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一并拿下。哎，军长，上级指示咱们要谨慎出战，如果正面强攻，就算是打赢了，敌人逃跑，最后不又成一个击溃战吗？军长的意见呢？对啊，各部队继续向西川运动抵进，待112师传察到位，立刻发起总攻，把所有敌人全部包围消灭。是。正全力往这个方位赶。38军报告，在西川发现一个黑人团。发起总攻了吗？还没有，正在等112师包抄到位。乱弹琴！有一个团又如何啊？112师不到位又如何呀？就凭113、114几个团的兵力，打他1、2个团，易如反掌。兵贵神速，命令张青说，立刻发起攻击。是。彭总，38军谨慎出战，两铁匠的出发点还是好的。谨慎出战，那得看具体情况。敌人进军这么快，已经威胁到鸭绿江国境线了。不迅速展开战斗，就没有时间和空间了。再给他发布电报，无论如何，立刻消灭当面之敌，随后组织随击，航扫路上一切敌人。是。同志们，冲啊！
永仁饭店。哎呀，在这儿。他娘的，空城啊！机上就汇报，敌人已经逃跑，西川是座空城。梁兴福这个饭桶，被黑人团吓破了胆，贻误战机，放跑了敌人，一定要处分他。孙总，38军本来是战略预备队，你突然改变任务，投入主攻，准备不足，情有可原嘛。你不要替他讲话。如果相距百里，鞭长莫及，还有的说。38军主力已经包围了西川，却围而不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抗命不遵，违抗军纪。哎呀，庞总，都怪我传达命令的时候措辞不够严厉，要骂你就骂我吧。我骂你干什么？我就是要骂梁兴福，个梁铁匠，梁大牙。去，你把他给我叫过来，我当面骂他，看他有什么话可讲。彭总，38军正在组织追击，你要处分要骂，你得等他们打完这一仗之后吧。就是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抗美援朝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是保家卫国的战争。打好了，国内和平；打不好，再来一次8年抗战，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。出国之前，我彭德怀是立了军令状的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整个司令部，包括我彭德怀，一锅端。彭总。39军已经包围云山之敌，吴新全来电，保证全歼敌人，必须打好。再打成西川那个熊样，军长、政委全部撤职。彭总，有吴信全在，我们完全可以放心。继续追击，扩大战果。是。39军打得好，40军打得好，就咱们落了后。告诉您大家一点啊，不许讲任何条件，必须拿下飞虎山，守住飞虎山，切断敌人的退路。哎，咱们38军能不能将功补过，就看这一仗了。好，我上去看看。新华社朝鲜北部某地11月7日电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称，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。在此次作战时期，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组成。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之下，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。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士气极为旺盛，中朝战士团结无间，亲如兄弟。人民军指战员决心为继续前进，并继续消灭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而努力。我们要是秘而不宣，它会侵蚀我们的力量；我们要是光明正大的播出去呢，他又会怀疑我们虚张声势。总之啊，广播出去，这个麦克阿瑟必然会迷糊一阵儿。主席对敌人了解得很透彻呀。麦克阿瑟是个冒险家，故而敢于在仁川登陆。第一次战役吃了亏，但是他的主力部队并未受损，所以必然马上要进行新的军事冒险。主席，一次战役作战数字报上来了，歼敌大概1万多。为什么没有更准确的数字？因为战斗发生在荒山野岭，具体消灭多少敌人需要进一步统计。志愿军为了迷惑敌人，故意释放了一些俘虏，所以这个数字不会是准确的。首战告捷，挫敌锐气，开辟了新的战场。彭老总这一仗打得好。如果呀，要是打痛了这个麦克阿瑟，打醒了这个麦克阿瑟，那么下一阶段倒是个麻烦事儿。不过，
这个5星上将，既记不得疼啊，也不晓得醒啊。他喊口号要打到鸭绿江，还要在圣诞节回国。好啊，那就让他放马过来，我们就再搞掉他几个师。老彭现在已经开始部署，而且计划很大胆。如果打得好，将重创西线敌人。九兵团开始加速前进，准备包打东线的敌人。2个拳头大人，如果一战胜利，朝鲜战局必将彻底扭转。另外，38军这次没打好，放跑了敌人，唐老祖很生气。这里面存在客观原因，我看呀，对38军现在不要做过多的批评。我看这个问题就交给志愿军司令部自己处理吧，我们不要过多干涉。我相信老彭会有他自己的办法。我也同意，老彭赏罚分明，这个板子该打谁呀？我们都支持。铁匠，杨铁匠，哟，老吴，你打得好啊！云山战役出了名儿，再看我啊，打了个窝心仗。我是来挨骂的。哎，铁匠，总体上咱们还是取得了胜利。要是没有你们在西川的牵提，我们39军也打不了这么痛快。你放心，一会儿见了彭总，我们把功劳给让出来，替你梁铁匠分担分担。哪个用你们分担呀？我的责任我负。起，开会，开会。是分担。梁军长。哟，梁军长，你好。哎，我们呀刚缴获了一批美国罐头，马上就送到司令部来。到时候你多吃几个。梁军长，我想跟您到前线打仗去。你还敢来我们军啊？想打仗找老温、老吴去。我就是想跟着您走。38军是东野一纵，虎军虎将，出了名的铁军。开完这个会，我是不是军长都不知道。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之下，我军仓促入朝投入战斗的。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，是我们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，达成了突然性。战役指挥也比较灵活机动，能够根据战场上的具体情况，适时决断，及时的改变部署。各部队也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，给予了敌人歼灭性的打击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通过首战取得了与美军作战的经验。这个仗以后该怎么打，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了数。各军打得都不错。40军在温井，39军在云山，都打了胜仗。42军黄草岭阻击战打得顽强。38军飞虎山5天5夜守得好。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了贺电。梁兴初来了没有啊？到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让你往西川插，你说西川有黑人团，插不过去。黑人团怎么啦？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。都说你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，是员虎将，我没看出来，什么虎将，明明是蜀将，一个黑人团就吓破了你的胆，你是怎么了？你38军算什么主力？主力就是这种战斗姿态，娘主力，
彭总，你可以骂我，不要骂328军。老子就是要骂你贻误战机，安律当斩，知道吗？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，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。庞总，老梁，你坐下。第2集团作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麦克阿瑟非常狂妄，指挥几10万大军再次发动进攻。我们要把他们诱入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区，穿插分割，运动歼灭。党中央和毛主席，还有中央军委，已经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。具体作战计划由参谋长跟你们讲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哪个再打不好，不管是军长政委，一撸到底。党纪国法军规，一样也跑不了。老梁啊，咱们的彭老总就是这个脾气。再说了，咱们这仗没有打好，那领导批评几句不也是正常的吗？我不是也跟着你一起挨骂了吗？人骂就骂了，遭贬328军就是不行。哎，你看给咱们派的什么任务？112师边打边退，诱敌深入，这是头等主力师应该干的吗？摆明了瞧不起咱们嘛！那你说怎么办？那总不能让刚立功的兄弟部队去干这个吧？老梁，换了你我，咱们也下不了这样的命令。我就不信了，一个小仗没打好，还能灭了咱们328军的威名？哎，我一定要让彭德怀看看，我梁兴初是不是打铁的汉，328军是不是王牌军？好，咱们打好下一仗翻个身。老伙计，我跟你一起扛。彭总，对老梁的讲话是不是重了一些？重？我还觉得轻呢。这个梁大牙把主力带成这个样子，不骂他骂谁啊？彭总，滨江起义部队就在328军，328军可以说是你的娘家，所以才要批评。再卖野田心不痛，几十年打出的威名，一仗被他折腾光。彭总，我觉得不至于。38军的飞虎山防御战打得不就很好吗？您不也表扬了吗？对呀，他梁兴初啊，作战勇猛，是这次谨慎的过了头，但是从客观上也让敌人产生了误判，再次大胆的向北进攻。叫梁兴初他梁大牙把肉再扒回碗里来，不就是了？我们的兵力有限，虽然9个兵团已经入朝，可是敌人也增了兵。志愿军的每支部队都要打好，一个军，一个师，哪怕是一个团搞不好，就会影响全局。